住在美国的时候，有一阵子我住在10层楼。有天早上6点钟，这完全是真实，我用生命担保。6点钟早晨火警，我从10楼只拿了信用卡就出来了。出来以后，你美国人是习惯沿墙右边排着一排往下走，这边给消防队上了，所以首先大家没有乱挤，所有人都沿着墙右边下去。前面2个老太太，特别胖，手挽手。我当时刚去美国没多久，我怀着从小我受的教育，就是救更多的人呐。还是说就我自己吧，再自私一点，我想扒拉开老太太就下去了，这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太正常。我经历过中国当年的地震，79、76年的，那就是有人被踩在地上，但是那踩的人说我在救我妈呀，我在救我妈呀。我说你看到没有，下面那个是孕妇被你踩，那我妈呀，是吧？那我们总能想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救众生也好，救母亲也好，去牺牲别人。那我是受这种环境教育长大的，我就想去扒拉开那俩老太太。结果一看，所有的人，年轻小伙子也好，中年的汉子也好，都在老太太后面。老太太走得特别慢，就沿着墙根往下走。后来我对我自己说：“我说我既然来到这国家，入乡随俗吧，是吧？大家没有一个人去推那2个老太太，而且是2个老太太啊！按说这活不了几年了吧？那我说我就坚定的排在那个队伍里，跟着所有人慢慢下楼，我们也没有死。但是那件事给了我特别深的一个改变，对我来说，所以我一定选择。”不去按那个钮，在大家投票的时候，为什么呢？其实我也怀了一个很鸡贼的心理，就是说，如果最后这116个人大多数都选择不去炸，那其实我可以很坦然的和大家一起去死。我不是开玩笑，因为我觉得人类还有最后一点光荣，是吧？和尊严。那如果大部分人都投去杀他，我还跟着大家一起卑微的活下来了。所以对我来说，2个选择都可以，反正我是肯定不投按这个按钮。这个人有一种从众心理，我一个人我可能不敢。我跟100个人在一起，最后怀着对人类最后的尊严跟光荣死去，这个我还是能做到。就像我从那个楼上下来。潘永轩，我要做一件我在奇葩说没做过的事情，就是我要叛逃。我要叛逃的原因跟范甜甜生气的原因很像哈。我以为大家处于一个抽象的，没有真的要炸掉贾玲的状况之下，我们没有在这条船上，大家凭着理想跟情怀做决定的时候，一定是选不该的人居多。所以当我看到选该炸的人居多的时候，我吓坏了，所以我立刻就决定，这不是一场辩论，这是一次向大家传递关键的价值观的时刻。所以我当然佩服你们3位辩手选了这么难辩的那一方，可是呢，我就不惜牺牲我作为团长的立场，我得要传达这件事情，就是这当中有一个你们双方没有提到的事情，就是作为与不作为。你按下那个钮是作为，你不按那个钮是不作为。我们人最基本的底线应该要守住那个不作为，有所不为，有所不为啊。所以这个我们选这个题目啊，大家熟电影的人都知道我们的灵感从哪里来的。蝙蝠侠有一集，人多的那艘船上全部都是从监狱里面放出来的犯人，穿着橘色的囚犯服。另外一艘船上绑满了炸药，是一船的老百姓。囚犯这艘船的人在挣扎投票，要不要照大家的意思把那艘老百姓的船给炸了。因为蝙蝠侠那一集的坏人下的指令就是，你们这些囚犯如果不按钮把对方给炸了，到时候2艘船就一起沉。如果你没有看过那个电影的话，我在这边告诉你，那一群犯人虽然全部都在催促手上拿着那个按钮的人说快按啊，你再不按时间到了我们2艘船都要沉了。可是非常令人意外的是，即使是这一群被认为穷凶恶极的人，到最后没有人上去按那个钮，他们废然而退，他们放弃了按钮的机会，他们守住了不作为的底线，有所不为。所以我觉得胜负不重要，就是我们这不过是一场辩论。我必须要承认，这是我参加奇葩说以来最难的一个题目，太难了。就是如果我们今天
真的被放到那2艘船上面，我们是真的要抱怨上帝捉弄我们。幸好我们没有遇到那么困难的时刻。可是现在在抽象的时候，在我们还没有被面临这么难的抉择的时候，就像我们没有流落在冰山的顶部，然后我们都要冻死了，结果我们要决定是吃马东还是吃贾玲还是吃我还是吃高晓松，应该吃高晓松可以撑久一点。其次是我，就是到那个时刻就很难讲了。就是如果高晓松真的顺从人意先冻死了，那我想马东比较有立场说我们就吃他吧啊。可万一高晓松没死呢？那我们面面相觑，我们就要决定我们是彼此不吃，大家一块儿饿死呢，还是我们就有一个人谁先冻死谁先吃？我不会去吃它的，但是我会把它轰到屋外头去。3定格在比37。反方处于劣势，反方先开始。其实大家选择炸贾玲姐，可以这样叫吗？可以。其实大家选择炸贾玲姐也很简单嘛，就因为她一个人可以换回100多条人命，怎么可能算来算去？当然就100多个人好过就哪一个人，对不对？就是说少数其实基本上就应该服从多数的嘛，牺牲小的好过牺牲大的。这道理来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也好像说得通。可是大家仔细想一下，凡事都应该是少数服从多数吗？假设我们去搭一辆德士，这里叫出租车，对，我是马来西亚人，在这里我们搭一个出租车，里面最多可以坐4个乘客。这时候我们说，我们来投票，看看我们要不要给钱。4个乘客举手给，司机举手应该给，这样我们是该给还是不应该给？是不是凡事不可以用少数服从多数来算？如果我们说今天炸贾玲姐是可以的，那么就是说为一个人给很多人是可以的。那请问，3位，假设马东老师是最有钱的，这样他把他的财产捐给我们，也拯救了不少我们这些贫穷的人士，是不是？这样他是不是应该把他的银行户口、你们的钱都提出来捐助给大家，对不对？反正他一个人的钱分享给我们几百个人，全部这里118个观众，这是最值得的嘛。如果这一个道理上，马东老师不应该把钱捐出来，就跟贾玲姐不应该被炸死的道理是一样的。少数不一定要服从多数，而且各位，今天我们炸的不是一条贾玲，是贾玲姐。如果你炸的是一条鱼，你随你炸，小宝贝啊！但是你炸的是一个人呐，人跟钱是不一样的，是不可以讲用来算的。不能分贵贱的。如果说今天炸的是少数的人，就应该炸。那请问，如果贾玲姐那里她的船不只是她一个人而已，有99个人，而对面有100个人，这时候你还炸吗？还是一样多了你一个人哦。你们听得明白吗？可以算一算，各位。明白吗？明白。所以不要因为数量就直接说应该炸。人命不管是谁都好，我们都不应该牺牲的。谢谢。大家别忘记按键啊，可以在整个的话题空间里面随意按键啊。艾丽，好，各位，艾丽，你掉链子了。之所以掉这个链子呀，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大部分人会觉得我们炸贾玲姐是一个非常恶魔的行为，因为我们让这个无辜的、美丽的、纯洁的、圣洁的生命死了。抱歉。但是贾玲姐，您现在可能委屈，但是你也可能不服，但你这条命呀，必须得献给大家。原因很简单，如果能把贾玲姐救活，我也不想炸。但如果现在不炸她呢，就是100多其他人的生命就丧失。那也就是说，我手上肯定会沾满鲜血。但现在，我希望能够稍微一点点的做出一个好的选择。我来换一个，打个比方吧，比如说一艘船快沉了，大家知道船的话有很多舱节，但有一部分进水以后，船长会怎么办呢？即使那个进水里面有船员，他会赶紧要求把那个阀门关死，因为如果现在不关，我要去救那几个在阀门里面的人的话，那整艘船的人全部都死了。所以说呀，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同样，
比如说，大家知道恐怖分子劫机在飞机上那些也是无辜的乘客，但是政府一般都会把这个飞机打下来。所以说我们在对，什么时候把这架飞机打下来过？像在911的时候打那去五角大楼没有打过，是内部打过了。如果说他后来是不是有立法，就是说当这架飞机被劫持，而且有可能会袭击到一个大城市，造成更多人的死亡的情况下，他就是不是可以这样打？好像最后有过这个讨论，从来没有发生过，没有发生过，也没有人下这个命令。对，但是是不是后来讨论当中有授权说可以？可以的。911的时候是有战斗机已经跟着，但是不是他打下来的，是人们搏斗。如果不下来，他就被打下来。是搏斗的人心里说，我愿意牺牲我自己去救那些头等舱上的4个客人上去搏斗，所以是自愿的。去救更多人，而不是别人说他就不是打下来。但外部有，如果没有下来的话就打下来。当然这个问题不重要了，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尊贵的贾玲姐啊。但我认为这个时候啊，就算牺牲了她，我也会给她做个雕像啊，因为她是为了客人。当然需要很多。立个碑呢还？立个碑。来，我已经立在这儿了。确实是这样。生命确实没有办法拿数量去衡量，但现在我希望最好的结果是，既能救出贾玲姐，又能把这108人全部都保下来。但我相信，在这个时候，即使是飘在天上的贾玲姐，心里面也会想一下，已经死了啊，对啊，没有，还没死，也会想那个案件还是值得的。所以贾玲姐，非常抱歉，我来做这个罪人，但是为了大家的利益，您必须牺牲。谢谢。鼓掌，现在是55比45，反方。我想请问各位，你们在生活当中被人利用过吗？利用的滋味好受吗？我被利用过，我知道被利用的滋味非常的难受。在之前，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关系的一个闺蜜，我们俩关系特别的好，而且我们是在一个班一起学播音。在一个机会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这个机会平台非常的好，我们都在很认真的准备。但我们俩的面试不是同一天，她是第1天，我是第2天。第1天她面试回来的时候，晚上突然肚子疼，我手忙脚乱，照顾她一整宿没有睡觉。第2天顶着一晚上没睡觉，我就去面试了，状态非常不好。理所当然，最后我没有获得这个机会，而她获得了。本来是想祝福她，但故事到这里也没有完。后来我是听别人告诉我说，哎，她昨天回去时候还好端端的，怎么会突然就肚子疼？我后来质问他，他迫不得已说出了实情。他说他在装作肚子疼，因为他说他这个机会对他很重要。我当然知道对你很重要，可是那一瞬间我的感受是什么？我愤怒，我委屈，我不服气。你把我当做过你的朋友吗？你在利用我的感情。同样，感情被利用都是那么令人难受的一件事情。生命是什么呀？我们的父母把我们生下来，是为了让我们延续生命，好好的努力的活下去，让我们活出个样子来，不是让我们生命诞生的时候是为了被利用的。朋友们，是一条活生生的命。今天你可以被利用，今天贾玲姐可以被利用，哪一天如果是你们被利用，你们怎么想？好，刚才啊，我们4大姑娘说，大家想象一下自己被利用，你们有没有点情节代入感？我们现在都在船上呢，宝贝们，马上就要炸了20分钟啊。好，我们就来想想，贾玲姐的一个人的死救我们100多个人，你们觉得不值？你们觉得自己就是贾玲姐的生命被利用了？哎，那翻过来想好了，我们100多个人的死，为了救贾玲姐，我们也不是被利用了吗？刚才你让我想想看，生命被利用，哎，我想到了，就是我们100多个人的命救了贾玲姐一个人的命，这就叫生命被利用。其实如今刚才说什么啊？生命算来算去以1就100不值得，没错，我不给你算生命的数字。可是今天我们所有人都在船上，情况紧迫，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个人出来担这个罪名。这个人也许在你们看来也许很残酷，没有任何的道德观念，可是这个人宁愿担你们的骂名，宁愿让贾玲姐已经死了，不会记恨终生，应该是宁愿让贾玲姐的家人骂她一辈子，她要把这个剑按下去。因为什么？因为她爱你们，也不是说爱你们，爱生命。不是你们高颂生命可贵吗？没错，生命可贵。给你们大家讲一个大家都看过的电视剧好了，《神雕侠侣》。当金轮法王把郭襄绑在城头上问郭靖的时候，你要么开城门把襄阳城给我，要不然我让你的女儿死在这儿。郭靖说了一句话：姑娘，大宋好儿女。说明什么？这都不是杀一儆百的事情，自己的女儿被绑在城头上了，他为了自己的臣民告诉他，姑娘没事别怕，这就是侠之大者。所以任何事情往前走的时候，总得有一个人甘愿背骂名，甘愿双手沾满鲜血的站出来。
所以大家不要去想象着用道德捆绑自己，这个时候的道德已经不是我们所有人的妇人之仁了，而是我们所有人此刻都在船上，还有10分钟船就要炸了。所以我希望你们认真谨慎的考虑，如果觉得这个船该炸，就把那个红钮按一下，谢谢。不好，我看你一直在摇脑袋，我看那边摇的就更厉害了。谁摇的最凶，站起来说话。这帮让我寒心的人啊，真是！我看到一开始，先别鼓掌，一开始的数字竟然只有26的时候，我觉得心特别的寒心，这就是我们未来祖国的花朵们。因为你们站这条船上，因为你们站的是那100多个人，而你们每一个人都不是贾玲，你们就要站着说话，你们不腰疼。今天你坐这个位置，你试试看。如果这个游戏我们是真人秀，在美国一样，啪拉起来，我们现在所有的背景全部换，就在一条船上。你们心里是怎么想的？你是说我们节目组没钱吗？我告诉你，虽然我们做不了布景，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真的把它炸了。知道吗？刚才我在听对方这2位辩的时候，我心里就觉得说我在目睹什么呀？我在目睹一场血淋淋的集体谋杀案。你们所有的人坐在这里，竟然讨论是我怎么把他给杀掉才能救我们自己。你先别发声音，没轮到你发声音，我告诉你啊，我气到现在，这是个什么好的伟大的辩题？这是一个悖论，到现在没有人能够解决出来的问题。今天我们讨论是如何能说出你自己，说高大上，说生命平等，谁都会说。一条生命怎么换1000条生命？这个东西不对等。我们人类一生下来就被教育成什么？是可以被牺牲的，这已经是很可怕的一个观点。而且在座的各位，现在刚才全部都认同这一点。你知道吗？今天把贾玲炸了，接下来你就是下一个贾玲，因为会有下一条船。你，马老师以后不叫马老师，你就是下一个马玲。我告诉你，我只要不是马铃薯，我就。知道为什么吗？今天你站在我们这100个人当中，你笑嘻，哎呦，反正也不是我，那炸好了无所谓的了，对不啦？反正我只要能活下去就可以了。那有一天你是他呢？我知道一个很好的故事，一个很感人的故事。我们石油泄漏了以后，有个小女孩每天就去救那海鸥，每天都去救那个海鸥。然后她的爸爸就说：“你去救什么？这么来不及救呢？每天那么多人死。”她举起手上那个海鸥，对着大家说：“对她来说是有意义的，爸爸。”你们没有考虑过那个人的想法吗？贾玲是怎么想的吗？到最后你们是用利益和道德逼她自己自杀，你知道吗？她说不行了，你们都不能手上沾满鲜血，你们都不想扮演上帝，只能我死。你问她，她愿意死吗？凭什么我愿意死？我活下来，爸妈养了我18年，凭什么我该死？就好比说，今天打个比方，我爸爸生了癌症啊，呸，爸爸。你刚刚说炸死我的时候，怎么不说呸？我爸爸如果得了癌症，如果这个药可以救，再贵的药，我觉得他是可救之人，他不是绝症。但是如果杀一个人取他的心能救我爸爸，我爸今天就得了绝症了，因为杀人不赦，你知不知道？杀人就是一个绝症。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考虑好，对着你们自己的良心问问自己，他到底该不该死？你有资格吗？你是上帝吗？你能判别人死刑吗？你没有。谢谢。纠结，各位好，死不死？今天我不打算让贾玲姐牺牲，我打算对她进行谋杀。我们就进行116个人对你1个人的谋杀。为什么？很简单，因为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人愿意站出来做决断，我们每一个人都自居正义，我们每个人都心怀慈悲。OK，20分钟后，我们都是好人，以及116个善良的好了的死人。人类历史步步前行，沾满血腥。什么意思？各位，你们自己能站在这里，因为你们跑步的时候比较快，赢了你们那10几亿精子兄弟，他们无辜的牺牲了。各位，人类之所以能成为万物之灵，因为你们干掉了其他物种。发现了没有？那些灭绝的珍稀动物表示我不服。各位，所以今天我们告诉你的不是多数人就一定可以干掉少数人，多数人就一定可以去打劫马东老师，虽然我也超想，不是。
是情况危急，一定要有人做决断，妇人之仁不可行。所以今天你问我是不是让劝他牺牲，牺牲之后我超爽？不是，我今天站出来认，你们谁都不肯按我们这边票没关系，因为你谁都不想当杀人犯吗？我来。好，对，贾岩老师，如果今天我亲手按下这个按钮，不好意思，我杀掉你。从此以后，我夜夜难眠。从此以后，我生不如死。可是贾仁老师，对不起，这个瞬间我可能还是要干掉。我不会认为我这样做超对，我也不会认为你该牺牲。只是总要有人下决断，不能等。对不起，贾仁老师。所以各位，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没有霹雳手段，怎怀菩萨心肠？谢谢各位。按说我不应该插嘴啊，但是我先来补充一句，因为这个对年轻人很重要。对，就是这个世界有史以来的暴君，当他镇压人民的时候，用的都是这个道理。把我话说完了，我也不用。世界上的每一个暴君都说，我是为了这个国家稳定，我是为了这么多的人，所以我今天必须要下决断。是啊，这就是暴君理论，这就是或者简单的说叫社会达尔文理论。对，就是拿社会当从物，拿人当禽兽。那基本上这个理论就是给暴君提供的。谢谢你。你们每个人都学会课文叫纪念刘和珍君，对吗？你知道下令向学生开枪的段祺瑞，对，当然打死了几十个学生，最后段祺瑞也终生食宿啊。最后在天津做狱工时，我赎这个罪，有人宽恕段祺瑞吗？段祺瑞就是说的你这套理论，最后而且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那最后终生食宿依然被写在课本里，纪念刘和珍君。好吧，潇潇。首先我今天的观点特别简单，刚才那个小宋老师已经给薇薇姐，包括花溪他们那个沾满鲜血的双手下了一个暴君的定义。同样，对于我服从我人性的懦弱，我连只鸡都不敢杀，这个剑就算在这儿，你让我去摁它、杀死它，我真心的做不到。所以你说谁的命重要，谁的命不重要？我觉得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有在乎你的人，就像我妈一样，从小到大我们老师教育我们要见义勇为，但是我妈给我打电话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有事儿你别往上冲，你躲得远远的。所以我觉得人家也是爹生父母养的，你凭什么要杀人家？而且我换句话说，现在这个娱乐圈真的很浮躁，太多绿茶婊了。贾玲姐作为娱乐圈当中的清流，多么的不容易，你们还要炸死她，我真的是看不下去了。所以今天贾玲姐如果就是没有人摁，我死了，那继续为那个观众带去欢乐、带去爱的任务就降落到你身上。但是如果对面的马薇薇她抢着去把那个钮按了，你死了，那以后模仿高晓松老师的任务就交给我吧。花溪，肯定潇潇是做不到的，所以他是一个现在跟我在舞台上的一个艺人。可是，在面对杀一个救千个的这种决断，确实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正如你我们都有一个很大的心理负担。如今刚才告诉我们什么呀？生命诚可贵，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生命值得被牺牲，大家一起死好了。所以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东西？就像高晓松老师举的纪念刘和珍君。我们今天辩题要讨论的是，我们死了确实能救回贾玲姐，可是历史上很多事情都是幌子，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他纪念刘和珍君，他杀了他，可是他没有救到任何人，他只是满足了暴君个人的利益。可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不是这一块领域，我们要讨论的就事论事，就是我们死能不能救他，他死能不能救我们。不管今天他们对方说什么事情，都是在告诉你们生命诚可贵，我们承认。可是今天没有任何一个人敢担这个罪名，我们敢。所以我希望大家仔细的考虑一下，谢谢。我告诉你啊，很简单一件事情。今天如果现场所有的朋友如果想法都跟你一样的话，我说4个字叫杀人无救，是无药可救。为什么？像你们这样的人不值得被拯救。我来说一句，人的人是会被自然淘汰的。没有，我来说一下，你现在说的是。对于我来说，你就应该被自然淘汰。为什么你没被淘汰？因为你有活下去的理由，没有上帝可以决断你活下去的理由。
我特别能理解你这痛苦感，我不想杀他，我很爱他的。但如果我不杀他，我就是按了108次键把这些人都杀了。那我杀他的时候，我照样痛苦。为什么说这个时候我就不能做一点简单的牺牲呢？如果一定要拿历史举例，我认为历史上只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杀一就百，就是那2颗原子弹。2战的时候，最后如果没有那2颗原子弹的话，那我们至少要死1000万以上的人。广岛和长崎上的所有人都是无辜的。就跟贾玲姐一样无辜，当然没有贾玲姐好看啊。OK right 对吧？但一样的无辜，但是他们的牺牲换来了战争的迅速结束。我们现在之所以能站在这里这么开心的去说，确实是因为这2样东西。我很痛苦，我如果是下达那个命令的总将军，我知道我是恶魔，但我知道为了全人类，这次我要做一次恶魔，让历史给我真正的答案。谢谢。我只有一句话要说。好。非常简单的，潇潇，你连一只鸡都不敢杀哈，猪肯定也不敢了，牛也不敢了，羊也不敢了。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吃过没有？吃过鸡吗？吃过牛吗？吃过猪吗？好，我们吃过假粮。同意了。可以这样。总有人来杀，你是杀的受益者。我们愿意单骂名，你可以吃放心来，尽管骂，吃素不就得了吗？我要成立全球保护野生植物联盟了啊！你再这样，野生植物来了，让小陈记才来剪吧。小松刚才对这话题特别投入，整个话题其实我早想好了，但是有一些观点我怕对年轻人有不好的影响，对，因为那个是自古以来很多人的借口。啊，甚至有人改变宗教，为了这个借口，就是为了救更多的人。那我们今天干点坏事情，我们今天杀几个人，啊，等等等等。那对我自己来说，其实我不会说到这么高尚的地步，因为我觉得就事论事嘛。如果我坐在这条船上，我首先就是大家投票嘛，是吧？说杀不杀贾玲，我一定投票不杀。为什么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我说的完全是我真心话。我住在美国的时候，有一阵子我住在10层楼。有天早上6点钟，这完全是真实，我用生命担保。6点钟早晨火警，我从10楼只拿了信用卡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因为美国人是习惯沿墙右边排着一排往下走，这边给消防队上了，所以首先大家没有乱挤，所有人都沿着墙右边下去。前面2个老太太，特别胖，手挽手。我当时刚去美国没多久，我怀着从小我受的教育，就是救更多的人呐。还是说就我自己吧，再自私一点。我想扒拉开老太太就下去了，这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太正常。我经历过中国当年的地震，79、76年的，那就是有人被踩在地上，因为但是那踩在人说我在救我妈呀，我在救我妈呀。我说你看到没有，下面那个是孕妇被你踩，那我妈呀，是吧？那我们总能想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救众生也好，救母亲也好，去牺牲别人。那我是受这种环境教育长大的，我就想去扒拉开那俩老太太。结果一看，所有的人，年轻小伙子也好，中年的汉子也好，都在老太太后面。老太太走特别慢，就沿着墙根往下走。后来我对我自己说：“我说我既然来到这国家，入乡随俗吧，是吧？大家没有一个人去推那2个老太太，而且是2个老太太啊！按说这活不了几年了吗？那我说我就坚定的排在那个队伍里，跟着所有人慢慢下楼。我们也没有死，但是那件事给了我特别深的一个改变，对我来说，所以我一定选择。”不去按那个钮，在大家投票的时候，为什么呢？其实我也怀了一个很鸡贼的心理，就是说，如果最后这116个人大多数都选择不去炸，那其实我可以很坦然的和大家一起去死。我不是开玩笑，因为我觉得人类还有最后一点光荣，是吧？和尊严。那如果大部分人都投去杀他，我还跟着大家一起卑微的活下来了。所以对我来说，2个选择都可以，反正我是肯定不投按这个按钮。这个人有一种从众心理，我一个人我可能不敢。那我跟100个人在一起，最后怀着对人类最后的尊严跟光荣死去，这个我还是能做到。就像我从那个楼上下来。潘永轩，我要做一件我在奇葩说没做过的事情，就是我要叛逃。我要叛逃的原因跟范甜甜生气的原因很像哈。我以为大家处于一个抽象的，没有真的要炸掉贾玲的状况之下，
我们没有在这条船上，大家凭着理想跟情怀做决定的时候，一定是选不该的人居多。所以当我看到选该炸的人居多的时候，我吓坏了，所以我立刻就决定，这不是一场辩论，这是一次向大家传递关键的价值观的时刻。所以我当然佩服你们3位辩手选了这么难辩的那一方，可是呢，我就不惜牺牲我作为团长的立场，我得要传达这件事情，就是这当中有一个你们双方没有提到的事情，就是作为与不作为。你按下那个钮是作为，你不按那个钮是不作为。我们人最基本的底线应该要守住那个不作为，有所不为，有所不为。所以这个我们选这个题目啊，大家熟电影的人都知道我们的灵感从哪里来的。蝙蝠侠有一集，人多的那艘船上全部都是从监狱里面放出来的犯人，穿着橘色的囚犯服。另外一艘船上绑满了炸药，是一船的老百姓。囚犯这艘船的人在挣扎投票，要不要照大家的意思把那艘老百姓的船给炸了？因为蝙蝠侠那一集的坏人下的指令就是，你们这些囚犯如果不按钮把对方给炸了，到时候2艘船就一起沉。如果你没有看过那个电影的话，我在这边告诉你，那一群犯人虽然全部都在催促手上拿着那个按钮的人说快按啊，你再不按时间到了我们2艘船都要沉了。可是非常令人意外的是，即使是这一群被认为穷凶恶极的人，到最后没有人上去按那个钮，他们废然而退，他们放弃了按钮的机会，他们守住了不作为的底线，有所不为。所以我觉得胜负不重要，就是我们这不过是一场辩论。我必须要承认，这是我参加奇葩说以来最难的一个题目，太难了。就是如果我们今天真的被放到那2艘船上面，我们是真的要抱怨上帝作弄我们。幸好我们没有遇到那么困难的时刻。可是现在抽象的时候，在我们还没有被面临这么难的抉择的时候，就像我们没有流落在冰山的顶部，然后我们都要冻死了，结果我们要决定是吃马东还是吃贾玲还是吃我还是吃高晓松，应该吃高晓松可以撑久一点。其次是我。就是到那个时刻就很难讲了。就是如果高晓松真的顺从人意先冻死了，那我想马东比较有立场说我们就吃他吧啊。可万一高晓松没死呢？那我们面面相觑，我们就要决定我们是彼此不吃，大家一块饿死呢，还是我们就有一个人谁先冻死谁先吃？我不会去吃他的，但是我会把他轰到屋外头去。对，这些都是有脚气，其他的地方都没事。好的辩论题目是真的会把我们放到极为两难的状态。是的，那我依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解决的道德难题。可是就容许我任性一次，就是我改变我的立场，因为我要传递重要的信息。好。哎呀，我一直开玩笑，我觉得这是一个娱乐节目，然后我一直说我们是个严肃的辩论节目，没想到就说着说着，它就变成了一个严肃的辩论节目。我觉得很好，就是我呀，康永哥也好啊，贾玲，你说人家说咱们搞笑，给大家带来欢乐等等等等，其实我们是扮演小丑的，但是大节不辱，到了关键时刻一定要坚守住自己最基本的道德底线。来看一看这个最后的结果吧。现在全场72比28，反方胜。我们一再说，这个现场的规则就是看心情，所以既然看心情，康永哥就能从他所选择的立场变成了反方。按小松所说，大节不辱。既然我们出了这么一道题目，把所有的选手放在了一个煎熬的称上面去烙。既然你们3位艰难地选择了这个立场，并且试图去找到角度，去支持你自己的立场，大家都经历了那艘船。我觉得他们很棒。这样，没有人应该从这艘船上被淘汰。我们本场不淘汰谁。我
我们进行了一场没有淘汰的比赛，但是我相信，除了淘汰之外，我们都获得的会更多。尤其是不走寻常路的国民大品牌美特斯邦威，以及喝了能到99岁的莫斯利安酸奶，谢谢你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其实今天我很感动，就是康永哥最后倒戈，我觉得今天确实也惊到我了，看到大比例的说应该杀那个人。其实这是一个世界难题，没有对错。我们在这个现场又找到了一个通过这个节目去表达我们内心应该向往什么，我们内心应该鼓励什么，我们应该让年轻人更多的去体会和知道什么的这么一个契机。今天影响我最深的是一件事情，就是蔡康永老师的反水倒戈。他宁愿去违背这个节目的规则，他宁愿做一个反复的人。我倒戈的那个动作，我根本不认为我能够真正去说服任何人，我反而是认为，我的倒戈其实只是表明一件事情，就是为辩论而辩论是一件事，可是传递我们真心信仰的价值，比在辩论场上面得到胜利更重要。所以今天我跟康永哥能一起来说到这儿，我觉得很感动。节目人家小家碧玉的嘞，哪个家那么小啊？好，我们第一个题目已经出来了啊，相亲要不要 AA 制？相亲应不应该 AA？ 该。对，相亲不是把妹，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说我跟你相亲，我今天晚上就要领你去如家，对吧？至少是。但我会从女性角度来讲这个心态。对了，可以吗？我真的可以的。为什么柔情似水的部分我就不行？我不能柔情似洪水吗？好。如今，蜜糖讲的是励志，其实 AA 是给男生的一个特别好的励志效果。女孩每天拾到的各种美，那男生出来干嘛？男生我长得齁逼难看的，掏钱的时候最帅，你让我帅一次嘛？你以为你付了这一半的钱，别人就会更尊重你们？你丑还是个丑，我还是回去跟那个恐龙约会，就算这个恐龙没有付这一半的钱，他还会照样说你是恐龙。如今你能不能说两句话？我求你了。我想说我一辈子都不是相亲了。为什么？不会讲话，怎么相亲啊？人家就说，那你看照片就好，见了人大概也是。本节目由时尚最时尚的美特斯邦威独家冠名播出。登录百度贴吧奇葩说官方榜，支持你的话题观点。场上一共16位奇葩，你们参加过相亲的举举手。哎，有一个。举啊，把那手举起来。对，好，你看没有？只有长成这样的才会去相亲。好，现场观众可以用红蓝键来选择，你觉得相亲要不要 AA 制？红键是要，蓝键是不要。好吧，那我们选择正方的观众有45个人，反方有55个人。那你觉得相亲要 AA 制吗？不要了吧，我觉得。谁出钱啊？男的嘛。OK， 好，我觉得 AA 制吧。OK， 那我就不要吧。我又不跟你相亲，你啊什么？因为你在我心中的形象是一个绅士，因为我觉得绅士肯定会说。哪怕是跟我相亲了，你也会说哦，虽然我不太喜欢你，我就是不想在你心中当一个绅士，一点形象都不要吗？这么说吧，相亲也不会跟你啊。这是女神的位置吗？好，那我们正反双方现在看起来支持反方的人多，由正方第一位选手开始，谁呀？我还是我。好，金野你请。OK， 我们这边的观点是，相亲一定要 AA 制。为什么呢？因为各位啊，相亲它不是约会，不是约炮，对吧？相亲的前提是我们要以婚姻为前提啊。
所以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你们坐在一起开始相亲的时候，你们的地位是平等的，你们之间的关系是陌生的。我不知道你的口味，你也不知道我的饭量。我们到底要点什么东西吃？我觉得这种时候还是要平等、互相尊重，以 AA 制为原则来。当你相亲的对象掏出钱来的时候，当他替你买单之后，从这一刻起，你们之间就不对等了。就算以后你们走入婚姻的殿堂了啊，他还会提起来当年咱们相亲是我买的单，甚至以后你们生活中所有东西这都是这男生买的单，那你还有你的话语权吗？亲爱的女生们，你们好好的想一想。我希望各位女生以后在你们的另一半的心中，永远是那个无法用所谓的价值来衡量，永远是最重要的人。如何成为这一点？第一步，相亲时从 AA 开始。好。哦，你挣票了哎，支持他的摁红键，对，支持他的摁红键。我们来看一看，涨10多票，10多票。好，对面谁先说？艾丽。我给你介绍一下艾丽这位选手，她的名字艾丽，她的姓按照汉语的习惯叫草叉爱。草叉爱是什么？就是我是一个少数民族，然后我今天是用汉语再去辩论，全名是努尔埃迪阿布里兹，所以我要是说错话，您要照顾我一下。你是来自莫斯里安的吗？我打算活到99岁。在座的所有女生们，你们都非常的美。将来如果有一个男的给你说，我给你买过一顿饭，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我告诉你，啪一巴掌抽过去，太不要脸了！怎么能是这样的？买一顿饭你就能把我买了吗？简直是瞧不起我。但这顿饭，我认为还是要男方买单的。说实话，今天呀，我站在这边。没有任何的犹豫，我觉得打死都不能是 AA 制，一定要男方买单。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选择 AA 制的话，我回到家肯定被砍死啊！不开玩笑，我妈真的会砍死的哈。当然，我说到现在，很多人会说，哎呀，你这就是典型的直男癌。我要纠正一下，我是直男，我骄傲。但我并没有直男癌，我只是充满了爱。我希望有份担当和责任，在第一次相亲和约会的时候就能体现出来，让我买一份单，让你知道我的这一份心意。那有人说了，那给男人的压力也太大了，不是有一句歌词叫做“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吗？对，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但如果你不去奋斗，你就是个窝囊废。所以在座的，我对所有男士就说一句话，叫做 “Be a man”。Do the right thing， 谢谢。哇，67，你们两个鸡贼，你们今天发现了我们现场基本上女生居多，所以两个人就特别，你看上来吧，各位亲爱的女神，啊，完全不顾贾玲的感受，这是大神，大神。好，正方现在非常险恶，73比27。好，那我开始了。艾丽真的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男人，说的我都心动了。我要是个姑娘，我就嫁了。可是你们要知道，想要嫁人一定要小心谨慎。大家仔细回想一下，刚才说了什么？他如果选择了 AA， 回家会被人砍死，原因是因为他们那块不接受你一个大男人占女人的便宜。说明什么？在他们的价值观里，男人就是比女人强，一定要照顾女人。说明他们先天性是一种大男子主义者，把你们女人看得太弱了。谁说女人一定要让这个男人保护我们女人差你一顿饭？不是我，你们女人。花心，你一定要凭着本心说话啊！要告白吗？没有，虚伪人性面具，撕下虚伪的面具，接着跟大家聊。现在是什么社会啊，女同胞们？需要这一顿饭钱吗？像我们马薇薇女士，明明一个可以靠脸吃饭的女人，还活得这么坚强。她刚才又说了一句话，是因为爱。可是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做温柔的刑求。我这种爱保护着你，算了，你一个女人在家帮我养孩子就好了。我多爱你，你想买什么包包你去买，我爱你啊。然后这个时候你如果是一个心里有抱负的女人，你还不能报警，你说我老公好，你说我老公好变态呀，他不想让我出去上班，他就给我买包包，让我吃饭买单，警察会觉得你有病。可是这种刑求是让你一个女人失去了自我。所以最后一句话，有一种温柔的刑求叫做霸道总裁。
有一种无奈叫做小金丝雀。所以女孩们一定要在第一次相亲的时候就树立起那个权威，老娘不差你这一顿饭钱。好，谢谢大家。搬回来了，但是还没有搬到位啊。对面怎么办？4打。来了。我觉得刚才听完花溪说的话，感觉是这样的，觉得你是在用一个小男人的情怀，在努力的煽动现场所有女孩们那颗还没有萌发起来的，可能也不太必要萌发起来的大女人的心。那接下来呢，艾丽讲了男人的眼光，那我也要讲一下站在女人的立场来讲一下。我是一个小女孩，现场也有很多我的好姐妹们，你们要仔细想一想啊。我其实以前呢也从来没有在意过，就是出去约会相亲的时候，到底谁买单，到底要不要 AA 这回事情。可是自从我接触了我上一个男朋友，结束了这段感情以后，我突然发现，哦，原来有的时候第一次见面那一次约会，他的一些态度是可以说明一些很重要的问题的。我跟我那个男朋友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要去看电影，于是呢，在选完座位以后要结账了，当时这个男孩就拿出了他的手机。然后开始摆弄起了他的手机，他脸上的表情跟现场的场景完全不违和，你知道吗？就感觉镇定自若。我说 OK， 那我来买单，我就把这个电影票的钱给了。我买完单以后，突然回过神来对我说：“哎，对了，那个刚才买的那个电影票一张多少钱？我把那个钱支付宝打给你。”天哪！我当时想，我说，哎，可能每个人的消费观念不一样，我不能要求我第一眼跟你见面的时候，你的想法就跟我惊人的一致吧？我说行。可是我意识到问题出现的时候是在我们3个月后分手的那一天，我就问他理由，他说他觉得我们的这段感情真的是我俩太不公平，他就在跟我要公平。他说之前哪一天我多倒了一次垃圾，之前哪一次我多洗了一个碗，我觉得这样点点滴滴，我就突然意识到我们感情里边的每一次付出，每一个为你好的行为，我们都要来做一个比较。我想请问各位女生一句，这样男人跟你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你还有勇气漫漫人生路选他跟你一起走吗？好，支持思达的可以按蓝键。思达，我就想问一句话，就是你的情感生活好像不太顺利哈？真的是，就是为什么所有的渣男都会被你碰到？正方下一位，思达。姐姐啊，作为一个在男人身上摔过很多跤，这就是所以就一直趴在他们身上。中老年妇女劝思达和在场的各位小女孩一句什么话呢？就是刚才你们的问题并不出在相亲上，是出在相处上，这跟 AA 制没关系，这只跟你们的价值观不同有关系。而女孩子们在跟男孩相处的时候，如果遇到价值观这么不相符的另一半，我给大家的建议是：快分手，莫强求。有的时候并不是我们天生容易遇渣男，是彼此价值观不吻合，互相碾压，把对方都弄成了渣。好，相处的问题讲完了，下面我们来讲相亲的问题。他们相处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是大家在相亲之前压根儿不认识，对不对？我们都是陌生人。好，这个时候我们迈出了彼此试探的第一步。有人这样子迈步的吗？对呀，因为我比较鬼鬼祟祟。OK， 好，这个时候你会想，这个男生如果对我大方的话，以后就会对我超好。停一停，他这个时候不是在对你大方，他是在对一个陌生女人大方。所以这种喜欢乱大方的男人会有一个问题哦，他跟其他陌生女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也会容易怎么样啊？爱花钱哦。所以等他变成你的男人的时候，他爱花的可就是你们的钱喽。对，不要急着笑。OK。好，第二个问题，艾丽刚才超有风度的说，我们男人就是要保护女人，不能让你们吃到一点点的苦。对，超级棒，艾丽。
有空大家一起相个亲啊！来吧，拒绝我不要紧。好，那么下面又会有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他认为买单是男人的本分，你们女人就做好女人，不要做大女人。请注意，不要着急，我不会论证女权主义那么拼的，因为我为人向来谦和。所以我就希望你一辈子不离开我，养条狗啊，养条狗啊！我只是要论证什么呢？请注意，众男人他没有把你当成人，什么意思？他爱你如爱猫猫狗狗，你知道吗？他会照顾你吃，照顾你喝。照顾你拉这个有点难。总而言之，他会把你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照顾好，而你只需要回馈他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听起来超甜蜜、超诱人的，就是取悦他。可是各位，因为你肯定能做一些猫猫狗狗做不了的事情。对对对，有的猫猫狗狗也能，只要经过训练。OK， 好。可是各位，你知道吗？爱情中，女人最希望获得的，并不是取悦这个男人成功，是让他能够欣赏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存在。你不取悦他，他依然爱你；你露出缺点的时候，他依然爱你。这个时候，你才起码不是大女人，是一个人的存在。所以第一步。当我们还是陌生人的时候，让我们先划清界限，让你看清真面目的我，让我看清真面目的你，这才是我们对彼此最大的尊重。你们可以开始投票了，谢谢。好，很棒。谁给你鼓掌啊？你站起来给自己鼓。我要说，我来自一个很大的城市，叫上海。我们上海的这个城市呢，是除了美国、西方这种国家之外最流行 AA 制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上海女人约会从来不 AA 制，为什么？我爸妈把我生得如此貌美如花，我都跟你约会，你是赚了，你知不知道？你还敢问我要钱？你疯了吧你！我长到34岁，少吃多少顿饭，为了保持现在的体态，你知道吗？我多不容易！我双眼皮割了多少钱？我让你花钱了吗？我每天有多少？我要美容，要做指甲，还要保持我的谈吐，还要去学习，我还要去赚钱。我爸妈投资了我这么多，最后我敢坐下来跟你相个亲，很给面了，这位哥哥 ，OK， 是不是？上海 girl don't go Dutch 就是我一向的态度。我跟男人出去约会，手不带的。没有手都断的，我什么东西也不拎，我连门都不开。我最多一件事就是掰那个可乐上面那个，就是要没有人给你开门，你会一头撞死的。我们从小被我们的父母、被我的妈妈教育成为什么？我们女孩子是值得被尊重的。你帮我付这个钱是尊重我 ，OK， 我们谈钱的事情。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不要 AA 制，不代表我不花钱，你知道吗？我们有2个时候我们一定会买单的。第一，我没把你当男人看，你终于选择对了方向。我没把你当男人看，我来买个兄弟嘛，这有什么关系啊？我付钱好了，老子不缺这点钱，对不对？第二，在约会的时候，我为什么会买这个单的？因为我看不上你。看不上你之后呢，就拿这点钱就解决。为什么我会想到一个问题？因为我妈告诉我的，人呢都有生活经验的。我们相亲都是别人介绍的，回来打个电话，哎呦姑娘啊，你相亲相的怎么样？哟，这个男人要跟我 AA 制，人渣。你回去连你七大姑八大姨的脸都不看，想给我看。我听过美国一个故事，我女朋友嫁给一个 ABC， 我的天哪！回去以后，猫粮你付，狗粮我付，孩子赡养费1人1半。啊，冰箱里这个饮料是你买的，这是我买的，这日子能过吗？别了，我宁愿孤独终老。谢谢大家。超棒，超棒啊！我觉得，花溪我就不管了，那个金宇轩，你坐在这个阵营里面，真的是想死的心都有啊！来吧，言语静，萌萌哒，萌萌
刚才甜甜姐告诉我们，她长得貌美如花，花了钱再割了个双眼皮，给你去相亲还跟她要钱。可是各位，刚才马东老师问我们现场哪一个选手去相过亲的时候是长得最独特的，我们的选手举手去相亲，代表什么？相亲一般你要去相亲的时候，代表是什么？你在市场上面很难找到伴侣，所以我们要用独特的局面帮你制造。就比如可能是我要去相亲，这时候你觉得那男的会觉得我是一个貌美如花、割了双眼皮出来的吗？所以不会看到林志玲去相亲，也不会看到薇薇姐去相亲，他们是不需要相亲的。这是第一。第二，他说相亲嘛，凡事算得斤斤计较，讲的是公平。我没有讲我们去算相亲。如果我去麦当劳相亲，也没有人会去麦当劳，可能我会去。我们买薯条要算，我吃了15条，你吃了15条，我们的 AA 制不是这样，我们讲要 AA 制，不是为了公平。你要知道，相亲主要是去做什么的？是吃饭的。这是一个饭局嘛，是不是？如果你相亲的话，是你买单，我怎么敢点那么多呢？叫我们要吃什么？吃生菜啊，吃沙拉那种前菜特别便宜的那一种咯。所以相亲每次都吃不饱。我觉得我突然间想到，这是一个减肥的方法。我跟你讲，这个我完全支持你。你看，没有相过亲的人就会变成这样。同病相怜。如果你吃不饱，你看对面那一个人，不管他长得多帅，你都觉得他可能是个烤鸭。你想的不是他现在跟你介绍他做的什么职业，你想的可能就是那一个饭，你想吃真正想吃的东西。即使他带你去多好的餐厅，你点的还是生菜的时候，你也只是想，哎，我应该下次再来自己点菜了，是不是？如果你点很多，你很大胆点很多，这时候问题不是在你身上，是在男方。不管你长得多么貌美如花，他看你的都像个账单。所以唯有 AA 制这一餐饭，这餐我们第一次吃的这一餐饭，不是为了公平，纯粹我们要的是自在。只有在自在的环境底下，大家聊得开心，以后我们走的才会走更远嘛，对不对？所以谢谢。好，现在是50，哇，又回来了！我现场的观众，我太爱你们了，你们耳根子太软了。他们俩说的真的是特别好，特别啊！颜如晶是被逼的没路走，变出这么奇怪的状况，真的好啊，太惊人了。他相亲的经历，一个人看一个人像烤鸭，另外一个看那个像账单，哇！好吧，潇潇。哎呀，亲爱的如今宝贝呀，你再这样，你再这样，你真的找不到男朋友了呀！谁天天谁抱着一个要去吃饱的态度去相亲的嘛？你是要去找男朋友、找老公的好吧？你刚才还说你还说去麦当劳，我接着麦当劳跟你说，我们不分薯条。比如说我一个男生，我吃2个外带全家桶，你吃2根薯条。好，我现在要跟你 AA， 你答应吗？大家好，我是一个农民，我爷爷奶奶呢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但是呢我是一个不合格的农民。我直到前几年我才知道，我们老家的特产不是韭菜，而是水稻。但是我每一年看你这个鞋和这个裤子的样子就知道，你刚从稻田里出来。我有这个插秧的天赋。那我每一年我回老家，我要做什么事儿呢？因为他们觉得我特别容易调和气氛，每次让我去陪我哥相亲，当免费的暖场小公主。好，每一次陪我哥去相亲，我哥在外地打工啊，没多少钱啊，必须点一大桌子菜，几个人绝对是会浪费，但是就是要看上去这个场面好看。为什么？因为在我们农村，
大方是对一个男生非常重要的美德，因为他们回家就是要娶妻生孩子盖房子的，所以他要在第一时间让这个女生看到他的态度，他是一个大方的男人，他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刚才呢，花溪已经站到了女性的这一方，那对面呢就只剩下金老师一个纯爷们儿了。金老师刚才要求平等，你帮帮忙好吧？我们的女性朋友们出来给你约个会，化妆不要钱啊，买衣服不要钱啊，什么不要钱？你要求平等，坐在你面前，你看看你那个德行，你跟一个大美女吃饭，你还要平等。所以我告诉大家，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适当的时候要给一个男人嘚瑟的空间，因为一个男人他是要面子的呀，朋友们。你们负责美，我们负责给。你们冷艳高贵美，然后我们呢不高不帅，你们让我们炫下富嘛？我都娘成这个样了，我都不想 AA 制。你个纯爷们儿，你还 AA 制？真的是农民吗？笑，你可真是个纯爷们儿，还真不是。哎，你们发现没有，对面的纯爷们儿，他们照顾女生，你负责美，我负责给，他们给多少？135。发现了没有？你们这个所谓的大方，付出几十块，我算你多几百块了，纯爷们儿，100块都不给我，你好坏都不给我，你干嘛？还要欺负我？冷静一下，什么意思？100块都不给的意思是你只要100块啊？面子也太便宜了，你们也太便宜了。我们女生，大哥，忽然有一个男人走过来照顾你，说，哎，郑老师，以后你就归我照顾了，给你100块。这叫什么？这叫什么？收费就收100块。我不是说人不能卖，但是会被便宜了100块。这么廉价好吗？100块都不给，这是一件好事吗？所以，我给各位女性朋友的建议是，我们可以负责美，你们男人也许也可以来照顾我们。拜托，你花100块照顾谁呀？不要跟我说什么100块都不给，你的100块，老娘不要。亲爱的薇薇姐，我想提醒你一下，不是我们不给，是我们要给，你自己嘚瑟，你不要啊！你给男人留点余地好吗？我要告诉你，我们出来吃饭，女人，男人看的是女人的脸，女人看的是什么？男人的风度啊！这个时候我吃完饭了，我说，哎，那个你就点了一盘生菜沙拉，但是我还是要给你 AA， 这样男人你敢要吗？如晶，你说给生菜沙拉的钱呢？不用，你要搞清楚 ，AA 是我们分平分。如果你给钱了，这就是我只值一盘沙拉钱呢。是，你懂吗？不过，哎，看来你真的不懂。不是，亲爱的，你给啊，你请啊，你请啊，你请啊！要让如晶说一下，刚才站起来摆了一个姿势，又坐下了。来，如晶说，是谁跟你说相亲是为了吃饭的？他想象的，他想象的。难道相亲是在电影院之类的地方相亲？反正我懂你的意思，你就是坐到餐桌上，你就要吃饱就对了。对，我不是因为要吃饱，所以说要 AA。我是告诉你，薇薇姐的意思也很简单嘛。如果你相亲，你给了100块给我，就我要负责美给你看，就是说我不会讲出口了，我就只值100块吗？如果你今天讲你请了我吃一盘沙拉，这就是我只值一盘生菜沙拉的钱吗？所以说还是各自教自己的菜，大家自在。亲爱的，刚才你们都说到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相亲的对象，要么是亲人介绍的，要么是朋友介绍的。金老师自己也说到了，不是手机摇一摇摇出来的。我们不是约，别把自己搞得那么下贱。我们请你吃，不管是100块、200块还是1000块的东西，我们不是说买断你这个人，让你今天晚上跟我们回家，就请你吃个饭，就这么简单，别想太多。我也只是给钱而已，不要想太多。可以了。好。
你还敢出去相亲吗？我好爱这个。那我把它许配给你吧。爱他的人现在特别多啊。康永兄，你们好像目前处在劣势哦。相亲跟约会不一样，相亲也不是谈恋爱，相亲就是一个为了任务去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你想想看，一个我没有兴趣的对象，我还坐下来，像甜甜你所说的，你坐下来看到这个人已经没可能了，你还跟他吃2小时的饭干什么？你坐下来一看，没可能，15分钟就闪人啊！很高兴见到你，可是我们不再联络了。这个才叫做相亲，相亲是要讲求效率的，所以不要拿谈恋爱的标准来看相亲这件事情。我们这一方的立场是，将来我们就把游戏规则定清楚了，相亲就是相亲，我们为了找到另一半，共同生活下去。那今天如果大家能够接受我们的游戏规则，以后大家相亲的时候比较好解决一点，不用搞得乱七八糟，心里面有很多杂念，以为自己要呈现绅士风度，以为要塑造友善的气氛，都不要。相亲已经是很残酷的了，我们就现实的面对它就好了。好，我觉得首先这件事儿跟买卖一定是无关的，所以纠缠在买卖上是极为没必要。这又没让你买房子，说咱俩 AA 制买，还是你们家给我买房子，不就吃顿饭吗？一个男人最基本的希望就是说，我希望买单。第二，我希望没有给你买卖感，所以我不会让你看到我怎么掏出钱包，怎么扯出2张大团结，怎么把服务员叫来多少钱，甚至不会让你看到结账的对，具体数字，我不会让你看到结账的过程，跟结账数字什么135找回65，拿回63，说2块钱不要了，拿走吧小费。对，这是基本的修养。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根本没有什么选择，我肯定是选择，首先是不会 AA 制，第二我不会让你感觉到买卖，我觉得这是一个，也不是为了让你喜欢我，我没准还不喜欢你呢。我说完了。好，我们现场的所有观众可以根据你们刚才对双方的评判，来最后选择你们的立场。应该说，不是你相亲要不要 AA 制，而是谁表现得更好。来，最后，你参加我们这个节目，说说感受。我就是遇到各位奇葩，真是我的荣幸。没了。你跟白凯南一起生活了那么长时间，你还没习惯？没有，我今天来这儿，我才大开眼界。发现白凯南就是白渣男。好，让我们来看一看最后的结果。反方胜。因为如果我选择 AA 制的话，我回到家肯定被砍死。每一个为你好的行为，我们都要来做一个比较。你还敢问我要钱？你疯了吧你！你个纯爷们儿！